哇！啊，什么来的？啊？好，来了。OK， 看现在这一集的主人有什么特别哈 ？OK， 哎，蛮甜美嘛。我喜欢狗，宠物是我的一切。然后还有呢，哇，我还收藏家。Sorry 啊，我不喜欢娃娃，不过感觉上还不错哎。家里应该不会脏到哪里去的嘛，对不对？嗨，我是 Pearly， 我从事客服工作，我很爱我的宠物。Hi, I'm Josephine Lim. I'm Pearly's mother. I think my daughter need help lah for her room lah because so messy. 我是满意我现在的房间， So many toys and hard for her also to sleep. 觉得没有空间给我还有我的宠物玩耍，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制造多一点空间。外面也是这么精彩了哈。有人在家吗 Hello, welcome. ？Hello。嗨，韦大哥，你好，欢迎来。何丽 and Auntie I'm Josephine. Josephine 哈，nice to meet you。哦，哇，当然我有惊喜，整个客厅呢不像是一个客厅，然后就像一个展示厅或者是一个卖那些特别 team party 的服装的店的感觉了。Why this kind of 因为他 team? 喜欢 party 吗？ You like party? Yes. 财神爷啦，圣诞老人啦 Love all those team party, like you know 吧，like what 他 kind 都 of 会打扮。今天要做的是房间呢。房间，对我真的不，敢想象你的房间会是什么样子。我可以带我进去看一下吗？来，我开门进去之前呢，我想象中的是可能就是他爱美嘛，看得出啊。然后感觉他房间一定是很多他自己属于自己的东西啊，他打扮的东西，他的衣服什么。我进来啦，我看看你的房间呢。哎呦，天哪，这是你的房间？那我进去的时候完全不是那回事，都是洋娃娃。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收藏啊，它不是收藏10几20只，这样算起来可能上千只都有哎。请问你睡在哪里？我第一个问题是你睡在哪里？就这样躺，这样躺，然后就这样包住，然后就这样。每天都这样子睡？不好的 ，Pearly， 你要听我讲，你现在很年轻，你到了一个年纪，你这样睡，你腰酸背痛啊，等一下那个脊椎骨啊压到神经这些，你会后悔一辈子，不可以这样子睡觉的。我好像你妈妈这样，你要教你怎么睡觉。你说你要陪他们讲话，跟他们说话，你这样一天哪里输得完？你输整年都输不完的，一定有一些人会 jealous 你的，因为你来不及跟他们讲话。你知道你现在长大也不玩了嘛，对不对？有啊，还有啊，你怎么玩啊？你跟他们讲话？没有啦，梳头发、绑头发、换衣服啊，哇，你还有这样的童心啊？You play with her also, talk to each other. 没有讲话啦，只是梳头发呀、换衣服啊。 Yeah, she talks. So scary. You mean that she will come and talk to all those toys, comb their hair, Yeah. play with them, Yes. and then you get used to it already. I used to. 所以你记不记得哪一只是你小时候留到现在的？你还记得吗？哪一只是最难买的？最难买的，可能不在很远的地方买，还是甚至哇标了很多只，跟他抢很久，那个最最后抢。大只，你刚才看到就是外面那个的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洋娃娃在？你不觉得很可怕吗？晚上走过的时候，好像一个人坐在那边这样。不会啊，我觉得很可爱啊。啊，you also find it very cute, like a girl sitting there, like real human like that. Yes, yes. Yes, it's real human. No, 不 no. 是啦，你不吓我嘞，你不要让我来，我已经有点紧张了哦。所以她是这边的那个是王后啦，其他是公主奴隶。对，那个没有位放啊，所以放位。以前是有位我就挤，然后挤到真的是没有位置放了，所以我现在在地上还有几个盒子都还没有开过，因为真的是没有地方放了。还有一样东西，我就觉得哈，可能观众不会感受到，但我在这里深深的体会也嗅到，因为她的房间很香，香到哈，你懂不懂啊？你觉得榴莲香吗？好香哦，准备大香吗？
咸鱼香吗？也不错嘛。你的房间就是好像把这3样最重要的味道、最重的味道放在一起。为什么你房间有这么浓的味道？是因为我养小狗、小猫，它们的哦呀，小狗小猫我看到。对。等一下，所以这个尿盘全部在我房间里。狗你让它在房间大小便了？真的、啊。说你的猫跟你的狗都跟你睡在一起？对。哎呦，这样的味道它们还能够生存下去啊？狗尤其是狗啊，对味道是很敏感的。你有没有问过他们的意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感受？你自己没有鼻子的问题吗？没有敏感的问题？有没有常常打喷嚏？有。再说很不好的，因为这些灰尘其实对我们的肺跟气管非常不好的。然后我看到你的房间上面还有一张书桌，你会用到吗？这么小的位置？有啊。我真的要过去看一下，来，跟我解释一下，来。OK， 这个就是所谓的书桌，你坐下来，你怎么做工？请问你，这么一个小的位置，你够啊？这里是你做工的地方？其实是吃饭的。你跟所以你的猫狗在这边吃饭，你就在这边吃饭。那你妈妈呢？在外面客厅。她就在外面。这个所谓的小饭桌是你需要吃饭的地方。然后我发现到这个窗这边还有什么猫吊床的，这个是给猫睡的。其实啦。所以现在先给你的洋娃娃睡。然后请问你猫现在睡哪里？那边。那个是给猫玩的嘞，不是给猫睡的。有，它们会躺在上面睡。所以你的猫睡上面，狗呢？狗在床上了。你会不会有一天不小心把狗压扁了？我就是很怕会发生这样的事。怎么怕？是迟早的问题，因为你都不管它是宠物还是真的狗。所以我每次要躺的时候要小心，它不在我后面。他所有收集的洋娃娃已经没有办法让他的猫狗它们有活动空间。不止猫狗了，人都没有连我们刚才走他房间，我这样走都要这么难走，人都没有，更何况是动物呢？这一点是我觉得，我的头痛的问题就是，请问要怎么取舍你这些所谓的宝贝？我怕那天的时候做到一半的时候，你会把我们赶走现在就好，我不要求你，我只要你从这边选出2只你可以马上不要的，任何2只我不要讲多，你不要给我选小只的。这个吗？这只你可以不要。真的吗？哇，这真的很大只哇，它拿出来那个灰尘噗。有一只其实给我的猫抓破了。你看这个抓破刚刚而已。这个抓破了。刚才我这样拿出来的时候，你 close up 这边。你刚才这样拿出来，我看到我有吓一下，这么一个脚跟鞋子在里面，我以为你藏了什么小孩子的尸体在里面呢。哇，它真的像人呢。哇，这个。哎呦，你看头歪到这样可怕，哎呦，吓人呢！多久没有洗头了？可怜你了。所以这个你可以放在里面太久了。你就可能分钟忘记你有哪一只洋娃娃了，真的。所以基本上你是这2只可以暂时就可以马上不要。全部都是我特地去找从外国买进来的，好不容易收藏的，这样如果要丢，我一直在想怎么办呢？最后的问题来，你对这个房间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我要有空间给我的小狗、小猫跑来跑去。你没有资格讲空间这2个字。你如果等个空间的话，你早都不会把房间弄乱。OK， 不用紧，这个要求非常好，要有一个空间。还有呢？这是一个展示柜咯，能够把，因为我的洋娃娃都是不一样尺寸，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摆。他提出的前面几个要求都是为了他的猫、他的狗、他的洋娃娃，他没有真正的为他自己。如果你不能够取舍的话，基本上我再给你所有你要的要求，都达不到你要的要求，好不好？我们互相配合，我们多几个礼拜后再次好好的合作 ，OK？ 好的，我会尽我能力的，加油！加油！哎呀，阿闷啊，这次这家主人真的很需要我们帮忙为什么？哎呀，很难讲，很难收，很难丢，很难留，你懂吗？哎呀，你这样讲我很难懂，你知道吗？但是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专家了，我们先走吧。走，快点。这个很难出来，等我。我是云生，通过空间规划及色彩运用，打造舒适又别具一格的设计，是我一直以来的理念。来进去，来不用敲门了，没有了。真的？哪里可能没有？当我开门的时候呢，我就闻到一股味道，然后当时我在想，我是不是有闻错？房间里头有食物的味道。一进来的时候，眼睛还没有看到东西的话，鼻子已经嗅到东西了。什么东西？嗅到什么味道？宠物的食物。还有呢？
很多种味道。很多味道，对不对？以前有一间是全部是衣服，这一间全部都是收藏品，都是洋娃娃，都是洋娃娃，都是洋娃娃。哎，你不是吧？那么没有，还好啊，蹭到。哎，不要从这边！你好，这就是可爱的主人来回答他哈。Vincent，这个房间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是房间吗？这里问得好，是房间吗？回答他。是啊，是房间啊。这根本不是房间，是你的宝贝的房间，你的 toy 的房间，你的宠物的房间哦。怎么办？这样子我应该怎么办？可能规划一些储藏空间，给它收拾一些洋娃娃。你是不是喜欢五颜六色的东西啊？是啊，喜欢色彩。不用你看他的穿搭你就知道了。你看，真的是五颜六色。基本上他要着一张床，然后橱柜收藏他的这些宝贝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要他的宠物区嘛，对不对？嗯，对。宠物区在这边，我们过来看看。他之前是在这边，我觉得那边还有啊。你过得了再说好了。过不了，来，慢慢来。从这样，那天往这样爬过去吧。小心哦！东西开始掉了。弄坏别人的东西。但是你坏了他也不知道，又在掉，又在掉。来，这里呢就是你所谓的宠物区。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for 你的宠物？就是有地方给他们喝水、吃东西，这个我知道。然后有地方给我梳他们的毛。如果可以放个猫塔给我的猫爬上爬就是这个邦格罗啦，也可以啊。哎，这个你不好赚呢。之前人家只是做人而已，现在连宠物都要做，还要照顾，有把握吗？有哈，有。我们要了解一下你狗的一些习惯嘛，那至少让我们的designer知道。其实在这边有尿垫，还有他们的猫砂盘在这里。所以如果可以做一个宠物门的话，给他们进出那个尿垫跟猫砂盘可以放在客厅哦。对，我觉得会比较好，因为这种东西其实会有一个味道，对所以你放在你自己房间里面，你自己睡的时候也是会不舒服，所以放在外面的话呢，其实会比较好。就等于在那门那边要挖一个洞给他们进出。对。哦，这个可以做到，我也没有想过的。我回去想想。有信心吗？有。OK， 很好。我是 Ray， 整理不只是收纳，而是通过不断的取舍，深入了解自己的过程。好，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收纳达人，哎，很健康哈，常做运动哈。有。哇，这样很好，我们可以分工合作了。不要欺负。哎 OK， 为什么要接受这么艰难的任务？我已经收拾很多屋子。哦，真的啊？真的你帮过很多人的哈。有，这个是我的full-time job。那你觉得1到10这个有多难收？10是最难的。可能有8.5。哇，很高了。8.5很高哦。没有碰过这么可怕，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碰过一个房间哦，都是收纳一些 soft toy 洋娃娃嘛？可能很多杂物。这个真的是我的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嘞哦。我有试过要放弃了，可是放不了。没关系，这个就交给我们3个人。今天的任务就是对，我们要是帮你放弃这些，可以直接把它捐出去了。全部。可以了，全部了。可以吗？收一个啦，如果给你收一个，一个啊。只可以选一个。Care 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这只 Care Bear？好抱啊。不要再问了。对，他现在跟你讲，他现在只说给你抱着这个，你抱着这个，抱着这个啊，所以这全部可以不要了。我们可以选多一个吗？好，我给你选多一只，来，快点。可能猫猫的，因为它已经有熊了。好，这个了。这只哈，它的表情最可爱。OK， 其他的床上我全部 clear 到完了。 soft toy 的。我发现 Pearly 在取舍东西的时候有很大的困难，那应该是因为他很长的时间一直在收而不丢。OK， 好了，4只，不要再想了，可以了吗？就这样子决定。我们请我们的小帮手来进来帮忙找，来跟他们讲拜拜了。拜拜，讲拜拜，拜拜啊！就会捐给有需要人。这个拜拜啦，拜拜。这个也破了啦，不要了啦，拜拜。OK， 然后这个也拜拜啦。OK， 拜拜。那看起来真的很sad哦。这个要收，这个小小的，这个是从日本来的。他这边搬过来，哪里买的？日本这个limited edition 的，这个日本买的 limited edition 的。我的，现在要 limited edition 的收东西来收。你算问问，你算问问。这个是留的，1、2、3、4、5，已经好了。我终于看到床了。我其实没有想到，在这个房间里头呢，是有一个这么大的床。然后整理了之后呢，发现到它是一个 king size bed 哦。
好，现在是娃娃了。我也有收藏过这些东西，我也收过，好像一些小玩具啊，收了几百个，我也不舍得丢。你叫我丢哪一个我都不舍得，除非一把火烧掉。所以这个就是我也很难做。所以那当时你是为什么会把它因为放弃掉？还家，然后呢，刚好有一个印度同胞来跟我收东西的时候，他说他家里孩子很喜欢，我全部了整千多个一次过给他嘞，他真的哭了，他感动，他说孩子一定很开心，我全部给他嘞。但现在我不可能，你可以这样做吗？就是把这些都放弃掉。一些了，一些好 OK，好所以我看得到在这个房间有可能3种不一样种类的娃娃，一个是 full length 的，第二个就是中到小型，就是像这样子，然后第3种就是那种只有头而已，一半的在后面。这样 Pearly， 如果要你来选哪一种种类的娃娃，你是最喜欢的这种所以比较大型的是吗？所以我们就等于我们可以给他留多一点比较大型的，对很好的方法。在取舍玩具的时候，第一，我们首先要分类，比如说我们分类成毛绒玩具、娃娃。第二个步骤，如果有些品项的数量会比较大，你可以由它的大小或它的品牌来再次细分。第3个步骤，你可以由你自己的喜好或者玩具的价值来决定你要取舍哪一个。你是想要有一个，你要有空间，对，你也是要给猫猫狗狗一个比较舒服、干净的环境。好，我们不要浪费太多时间，我好吗们直接把这个捐出去。小帮手，请进来。这个节目就是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断舍离。这是在帮你。对啦，可是我们那只哪一只不一样嘛哪一只？比较像人形的，哪一只？那个 polka dot 的。这个啊，你这个你要留哈。我觉得跟其他的娃娃完全不一样了。可以啦，要给可以啦你收多一个真实的请我们的小帮手放在留的位置。现在呢，我们要处理这些半只的啊。不多哦，可以全部留吗？我觉得是可以。真的啊？其实老实讲，都不要，好像感觉是可以不要。呀，可能可能他只最喜欢这个彩色头发的。就是要在策划。真的哦。啊，来，哎，这一点还不错啊，你取舍得很快哦。好，很好，来。没有想到哦，经过我跟 Ray 还有他们3个人的加工哦，慢慢教导他、引导他，哎，有惊喜了。他很快就能够决定哪一些不要，哪一些是要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做到，还挺开心的。这个全部要，全部要，都要。全部要。你要讲那种全部要。这些都要的。这些都要的。像碰到这样的情形，他现在这一些都所谓他要留的。我感觉这里占据的空间应该不会太多，我们给你留。到时我们装修好了，我们在家怎么收纳收拾的时候，再从中取舍。如果真的位置不够的时候，现在我们先暂时 KIV 让它留好不好？是可以。你 OK， 看，好合力，我们很好了哈。合力点头点了很多次了。好。OK， 哇，真的可以看到80%到98%的床。他们，请你让开一下，给观众看一下后面这一堆都是你包包的摆放的地方嘛。合力，你放这些勾勾啊 ，idea 从哪里来的？我妈妈。哦，妈妈。是妈妈叫你放的。妈咪 ，we need you， 妈咪。We need you to scold your 女儿。他的脸，他讲 OK， 又来啊。Yes, we need you, we need you. You bought all this wrap for her one, right? All right. Because so messy, I give her a space to hang. Is it? Why so untidy? Very messy. Messy. Earlier she don't have. After she know can hang, she go and buy some more. 其实妈妈这样子放栏杆，然后放勾勾是蛮有一个创意的收纳方式。问题就在于可能常年累积了太多包包，忘记了取舍，所以分量太多了，看过去感觉很杂。买的东西其实蛮特别的，很有内。 These two. Two. The rest all out. These two kids. Are you sure? Yeah, very decisive, but we still need to ask her. Okay, I give you chance. But 妈妈很厉害，选的都是名牌。 Maybe. Okay, so okay, 4. Oh, And the okay. rest one. Oh, the one. Oh, this is Biu. 但我没有想到，在处理包包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他也是没有办法取舍。我以为只有娃娃的问题，那包包也是问题，那接下来怎么办？还有衣服哎，所以这些呢，就是最后他决定要的。OK 啦，我觉得给一个女孩子没有太过离谱啦，对吧？这样也占据最多。可能2个格子，如果对吗放在
衣柜里面，差不多2个格子这样，是吗满满啊。合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蛮不错，因为你看有可爱的，有时尚的，有小的，有大的，应有尽有，已经够了。，可以吗？我们帮你决定了这些，真的可以啊。好啊，小帮手进来，这些是留的，所以我们等一下马上丢。你们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很大声马面很。开心的。留 I also very happy。因为刚才我清楚的听他讲说，里面的包包可以不要，你不要躲开好，来站回来。我要讲的是，其实这些全部我要收，你可以丢全部里面的吗？ 4个里面第一个都是一样的，不一样，什么不一样？你跟我讲款式什么不一样？款式不一样啊，design 不一样啊。这些呢，因为隐藏在衣橱里面，所以我们没有不知道，现在给老师发现到了，我们就要惩罚你。要打屁股。惩罚你的就是直接记过，对给你选，全部丢掉，全部丢掉，全部丢掉。我一看就知道他没有用过的，你跟我老师看那个包包知道没有打开过的，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些包包大部分其实都对你生活，你是不需要它们了。你真的比较心疼娃娃还是包包，一定要选一个，哪一个比较 high priority， 不能全部都收下来，这样子没有办法得到或者你觉得要的目标包包比狗猫重要，就是我们把狗猫给放。没有，狗跟猫比较，狗跟猫最重要，对吗？对呀，所以不用考虑这3个，直接拿纸袋进来。所以不一样的种类的包包，比如说很像刚才有那个很像旅游的，啊旅游的因为刚才没有，我们就可以收。从腰包当中可能选1个或者2个就够了。 OK，这些不用看了啦，我不用看啦觉得这些全部都不要了啦。啊 OK，等一下，这边给你留2个，不要讲没有2个。我这个不用了。跟这个啦，等一下，他一直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有可能是因为他要三思而后行，想要说一些他真的想要说的东西。可是 Pearly，以后你买东西的时候呢，也可以三思而后行嘛。想请问你，这些衣服有常穿的吗？偶尔会穿啊，是因为我每天做工都是穿制服，所以比较少机会穿这些 OK 衣服。是难得有出去的时候就穿哦。Pearly，刚才我们有谈到，其实你的房间有不一样的股东，对吗？一个是你，一个是猫猫狗狗，一个是你的娃娃，还有呢，衣服包包，衣服包包，对吗？大概几%？比如说在100%，几%给猫猫狗狗？30%， 40就剩下60咯。衣服包包就30。 30，剩下你跟娃娃30%呢，所以你们一人15啊？没有这对呀样，娃娃18%。人家他自己1%。对，我放东西他睡客厅，他可能不要在这里睡，他睡客厅，是不是？我个人觉得你必须要在这个房间睡觉，所以你必须至少要有20%在这边嘛 OK，你不可能你要陪猫猫狗狗，你不可能丢在里面嘛 OK。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衣服、包包，他一定要， 20那个也是，因为最标准你很爱美，你不可能不打扮。也不可能不换衣服，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第一样东西就是娃娃，怎么可能娃娃不站在你的生命中的重要的地位呢 ？Ray 的目的呢，最主要是让你知道你这几个%，他就懂得怎么跟你分配东西。比如说现在这个衣服是20%，整个房间你大概算20%的位置，大概是这样子，你就只能有20%的东西留在这个房间。对，从这边到这边呢，我看至因为我们少都要还没有开始这里哦。一半都要去掉。看得出有些比较是像去出国的，出国对不对好冬天的那种比较厚的那种，我们就可能放一边，真的可能这需要。个可以放了，这个很占位哦，应该是没有的。你现在是因为站位，这个是 brand new 的嘞，我没有出国了。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挺难的啦，我们叫他举手，他就或者手在这边不知道怎么解决，那我觉得有点辛苦了。那时候其实我也蛮纳闷的，不知道怎么帮他。从刚才他们你拿出来衣服多少？你想想看，对，满满的啦。堆积如山呢。经过 Ray 的帮忙，教你怎么筛选之后，你看选出这一堆耶，你放回去。放回去了。哇，我真的看了都真的有开心希望了。很有希望。其实你是懂得怎么筛选的，只是你不舍得，你没有对的人去教你。现在 Ray 就，你看，空间很多，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这些空间都拿出来做什么了吗？当你生了这些东西，我可以放进去，对所以刚刚好了。真你看的，其实我有排他们呢，最下面的是长裤，这个 three quarter，然后那个是短裤，还有分然后长裙裤子的长短哦。对，我起初以为收拾衣服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没有想到他衣服已经帮我们分类好了嘞，哎，不错哦。所以这些每个抽屉都一定都交给你，到时候我们来看的话，如果你做不对的话，没有得商量，全部拜拜。
Yes，可以吗 OK 答应我们。不要去啃了，就是那些钱哦。这些东西又是什么呢？这哒哒，大多数都是我的小狗的玩具，衣服也有啊，书本也有。火锅他们给他们玩的玩火锅有玩嘛？你放在这个纸袋里头，好像是没有拿出来给他们玩的哦。不是你的狗已经几岁了？可能它已经不玩这些东西了。不如你把它捐出去给那些家里又不想买又不想花钱的，给他们小狗玩，不是好咯？好，是不是可以给它留一些？对，储存这些猫猫狗狗的玩具，在取舍的当中，还是要同样的道理，我们先分类，比如说是玩具的放一边，给他们吃东西的放一边然后分类了过后呢，从那堆当中一样也是减少50%。你做到吗？尽量。怎么尽量？你讲做到，要讲做到。OK 全部拿掉了。做到吗？做到。好，到时候来验收了哈。OK。很好，很好。我要了。 Don't want lah. Okay, never. Which one? No lah, come on, let's go in. Don't want. No, this one good one. Oh my God. Wait, 你放这个胸上了。 Put tissue. 你又拿回来呀？没有没有。刚才是5只而已耶，现在超过5只了哎。OK， Vincent， 你打算怎么设计 Pearly 的房间？我会以 futuristic 的风格来设计 Pearly 的房间。futuristic 通常会用色彩和线条来带出科技感。所以你现在用很多紫色啊？因为 Pearly 本身很喜欢紫色，我把紫色融入在我们的设计里面。我觉得这个风格跟他个性很接近的，非常鲜明的，而且你很贴心，你把这个宠物的这个元素全部融入在设计里面。我跟你说，100%他一定会喜欢的。对，你看。 海丽，我知道你不舍得处理一些衣服呢，是因为你担心它们没有被好好的再循环使用，对吗？对。这你就不用担心，因为我知道新加坡呢有很多回收衣服的好去处，这里就是其中一件了。这里呢是有几名大学生创立的2手商品店，你可以把不需要的衣服拿来这里捐赠，兑换积分。那这里积分能够干什么呢？你跟我来就知道了。走。 我们想捐赠这些衣服。可以，没问题。那Pearly，其实呢，你的积分可以兑换礼券，然后礼券呢，你就可以购买店里的其他物品。那如果我不需要积分或礼券呢？你还是可以捐赠这些衣服的。工作人员会筛选这些衣服，然后把适合的衣服呢放在平台上去卖。卖了之后呢，他们就会把积分对等的金额捐给慈善机构。 一方面能够减少浪费，另一方面呢，能够为慈善尽一份力。很棒哦，很好啊。Pearly，感觉如何？这个 king size bed 可以吗？可以啊，很暖，很舒服，我喜欢。为什么你们会在 king size bed 这里？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房间看到的是 king size bed 吗？所以我们在找 king size bed。Pearly 有提到他希望房间的空间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出来，所以我有把原本的 king size bed 改成单人床。哦，可是单人床也是不同尺寸的，我们要选哪一个款式呢？来，我们那边看。哦，我为 Pearly 设计的新房间最大的尺寸适合 Super Single。 我明天都跟我小狗一起睡，我觉得 Super Single 会比较好。那床垫方面呢，也是有不同款式，我们要怎么选呢？床垫它本身有分厚跟薄，所以你可以试一下哪一个你会比较喜欢。哦，有不一样哦。我比较喜欢厚的。
厚的床垫本身睡起来也会比较柔软，而且比较舒服。你会听到已经够柔软了，所以到时你不要再把你的娃娃呢垫在床上，然后睡在你娃娃上了。好好的睡觉，好好的照顾你的脊椎，知道吗？知道。 OK。那好，我们就选这一款，我会把这个尺寸给写下来，我会量身定做你的床架。彭丽，心情怎么样？很兴奋。很兴奋哈。然后Vincent有东西要送给你。谢谢。看一下是什么？打开，拿开。嘿，我的狗啊！不是这个，这个比较重要，不是这个狗。这是哪里的首饰？我房间。啊，所以今天就由你来开门大吉。来，然后开门仪式。哇！噔噔噔噔噔。来，没有话讲啊！哎呦，你这样竟然没有话讲哎！来，进来。怎么样？喜欢吗？喜欢。啊？是不是你想象中的房间？美梦成真哦。真的是哇！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哈！好，来先说一下你的感受，看到这个房间整个设计的那个感受，是不是你要的东西？还是比你想要的东西更加有精神？对。我从他的脸上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情是很愉快，他完全沉浸在那个很开心、很惊讶的氛围里面哦。所以我其实说真的，我打从心里替他感到开心，因为他真的是喜欢这个房间。Pearly 本身比较喜欢色彩，而且打扮也比较前卫，所以我以 futuristic 的风格来设计他这个房间。Pearly 也有说他也想要紫色，紫色是比较梦幻的那种效果。我觉得这一点是Vincent做的相当好，因为灯光如果做错就很怪。他把这个灯光这几个颜色搭在一起，我觉得刚刚好，恰到好处，而且就让人家很梦幻的感觉。对，你醒来了没有？刚才他在讲的时候在解释，你一直在看，你在找什么？Pearly 本身比较喜欢色彩。这个房间有3个宝贝，第一个宝贝呢就是它的洋娃娃。对，洋娃娃的位置，基本上我是把这些做了一个6角形的一个格子来放它的洋娃娃。除了这边，我们还有这里做了一些玻璃橱柜，所以这些玻璃橱柜也可以把它的洋娃娃也是可以储藏在里面。衣柜的话，通常是上面都会有一个储藏空间。储藏空间其实在以 Pearly 的身高来说的话，基本上是很难 reach 得到了。所以我用了一些比较机械化的那个衣架来给它。机械化？哇！它可以比较容易的拿到它的衣服。哎，Vincent真的很细心的，这一点我没有想到的，对不对？而且非常周到。你看，这样这个高度，你就能够把你衣服挂上去，然后把它升高起来。这个房间另外一个宝贝啊，除了洋娃娃，另外一个宝贝就是你自己。对不对？这个设计台是设计给他工作的吗？对，工作间、吃饭。Vincent 为什么会把这个工作区放在这个中间的位置，而把床跟这个位置隔开？原因在哪里 ？OK， 我是比较希望可以带出一个区域，就是说一个是可能是工作的区域，另外一个是睡觉跟他的宠物的区域。Vincent，我知道你其实这个床呢是量身定做的，所以那些机关在里头，你要不要跟Pearly解释？有机关的有什么机关？除了这个，我是把它做了一个床头柜的设计之外，所以我里面还把它做了一个储藏空间。除了这个储藏空间，这一边它其实还有在这个的设计，我是预算是说给它放一个比较大样的东西了，把它储藏。是少用的东西。对。哎，不错，从那边到这边都有惊喜哦。哎，不止这个，还有那个床架，它其实也是一个储物空间。哦，哇，很大了，你喜欢吗？喜欢啊。刚才讲了嘛，这个房间有3个宝，第3个宝贝就是它的宠物。其实这边是除了是给它猫可以爬上爬下之外，上面它其实也是可以走一个 catwalk 啦。哦。它也是可以在上面走一个 catwalk。这里其实有一个洞了。哎，我都没有注意到啊。去哦。他说爬这边，它可以这样爬。不止，它还可以从这一个门出去外面。开心吗？开心，因为我的门每次都是关住开冷气嘛，所以以前你们每次关住他们出不了。OK， 再来的话，我这一个床架，其实我有做一个全空的设计，给它猫猫狗狗在这里休息。
而且整个房间我都用了一个 plywood。民生所做的一个设计，整个房间设计，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好像焕然一新，我好像新的生活了。我觉得我的小猫一定会很开心哦，看到这个，他们一定会很喜欢。漂亮的房间，漂亮的设计，民生已经给了你了。当然，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把你的宝贝收纳起来。这个我们需要 Ray 来帮我们了。Ray 觉得这房间有没有很梦幻的感觉？有，真的，我很像感觉我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跟以前不一样，对不对？对，在我们收纳之前，我想问 Pearly 一些问题，因为其实我们相信每个人的收纳风格都不一样。对。所以第一个就是 Pearly， 你认为你是一个比较隐藏性的一个人，就是完全不喜欢看到东西的一个人，或者是比较直观性的，就是其实你喜欢看到你所拥有的东西，不然你怕你会忘记掉。喜欢看到，可是又不要弄到乱。你看到如果摆得很整齐，你其实觉得蛮 OK， 你不会觉得很压力，对吗？OK， 对，所以我们知道 Pearly 是比较一个直观性的一个人。好，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就要了解你是比较一个 micro 的 organizer 还是比较 macro 的 organizer。所以 micro 的意思就是你分东西的时候，你会分到很细。比如说，你有文具的话，你会把铅笔放一边，笔放一边，橡皮擦放一边。可是如果你是比较 macro 的话，你没有分到这么细的话，你就把全部的文具都放在一起。所以你认为你是怎样的一个 organizer？ 如果说是文具方面，我是全部放在一起啦。如果说是包包，我是会分类。对OK。为什么我想了解 Pearly 的收纳性格呢？是因为到时候我们帮他收纳好了过后呢，这个他自己会比较好上手，他比较容易把东西放回去。OK， 好。所以我们现在从哪里开始？从包包开始吗？其实我想从这里开始。所以设计师很厉害的设计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像我们想准备明天想穿的衣服，或者是我们穿了一次还要再重穿的衣服都可以挂在这里。所以我们现在是常用的包包先。好。就是你常出去的时候，对，会用到。我帮 Pearly 找到了这个特别的挂钩，它是专门收包包的。真的，因为它那个跟那 handle 是一样弯弯的，是吗？对，所以这样子它会保住它的提法，不会把它会走样走掉。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挂钩很特别，所以我们这样子放。还有，然后我们拿可能明天想穿的衣服。这个OK， 所以我也是帮 Pearly 找到了这个绒布材质的衣架。这个呢很好，是因为它防滑，而且它也是很瘦。所以它不占位置。如果我们统一性的都用一样的颜色的话，看起来就整齐又美观。接下来呢？你说如果是好像他要室内线，我们就直接放在上面就好。还准备了篮子给。比如说你下班了回家，对。所以每次 Pearly 回家，要冲凉了，要拿钱包啊、手表啊、首饰全部就暂时放这里，所以他自己有一个家。整齐哦，这样子。明天起来做工的时候，这些又带回去了。OK， 所以我们叫做 drop zone。所以这边是开放式给大家看到的，那其他的这些就是要收在衣橱里面，是不是？对。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把它放在，比如说可以把衣服挂在那边会比较适合？对，所以我们可能先找一些裙子，因为它的长度其实蛮长的。裙子，还有一些可能女士的上衣。如果还有空间的话，裤子也是可以选择挂起来。今天反着来挂，过后呢，可能比如说Pearly超喜欢这件，她每次穿这条，然后她也是每次穿这条，然后洗了对吗？你不是放回衣架呢？然后你不是就这样子掉回去，然后6个月过后，你就发现到，这2件我一直在穿着，可是这几件我根本都没有动到，因为那个衣架是反过来的。我喜欢你这个 idea， 这个之前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断舍离第1关了嘛，这是第2关，因为你以为你会喜欢，结果几个月又发现，没有穿了。其实衣服可以捐出去或者卖出去，甚至是把它收好就可以，就不会省多位置，对不对？OK， 好。现在重点就是它的 soft toy 洋娃娃要摆放出来漂亮整齐是一个功夫来的。对，所以上次我们已经有分3个不一样的大小，小型、中型还有比较大型的，对吗？所以我们可以先把最大的放进去先。他们有新的家喽！哇！哒哒！哇！好像真的为他们设计这样，这个位置刚刚好，量身定做，量身定做哈。OK， 然后接下来是哪一些？中等型的这一个，
摆放同样家庭的，还是同样种类的娃娃在一起就比较好看。我们就尽量把比较小型的放比较高，大型的就放在下面一点，因为这样子它的比例对就比较好看一点。就好像三角形小、中、大、大到大这样啊。其实这里也是很好，可以展示一些娃娃。我们可以创意一点，可能把它坐在上面也 OK。我帮你。放在最上面这边是吗？对。我给他们讲那它脚又可以放下来就比较有点层次是吗？对了，旁边可能陪一个人，rainbow 跟 rainbow 可以。你觉得怎么样，何丽？你看他们有没有看他们在跟你笑？有吗？喜欢吗？这样的摆设？喜欢。用阿瑞教你的方法，让它摆设出来，让它更加漂亮、更加整齐，好不好？然后现在还有就是，我看到这边还有一堆这些所谓的毛绒玩具，这几只我们应该放在哪里比较好呢？何丽很像我跟我们分享过，有一些是他喜欢睡觉的时候抱抱的，所以就一直放在床上用。摆上一只在这里，然后可能多一只在这边旁边。如果要省位的话呢，因为有些毛绒玩具比较大型，对吗？我们可以用那种压缩袋，对，所以这样子呢，虽然毛绒玩具看起来会扁扁，但是收起来的时候就真的很省位，可以省很多位。你一开出来不用担心嘛，是毛绒玩具还是会回圆形的。对 ，OK， 好了，现在你的2个宝贝呢，一个大宝搞定了，然后另外一个2宝也搞定了，现在就是它的3宝，就是你的宠物区域就在这里，我们过来看看，来。来到这个地方我特别莫名的开心呢，因为我觉得替你的猫猫狗狗开心，因为他们有属于自己一个空间玩呢，对不对？游乐场但是重点是要给它一个很干净、很完整、很整齐的地方，这一点要好好学。宠物用品能够按照使用频率来分类，常用的物品能够放在开放式的收纳盒，这样子比较容易拿取；少用的就能够放在有盖的收纳盒里。哇，那这样其实可以放几盒是啊，方便多了。对，这个是所谓他们梳洗的。刚才你说另外一些是它的所谓的玩具是吗？这些都是玩具吗？衣服。我其实蛮喜欢Pearly目前在用这些纸袋，比如说有些款式呢，它有这些珠珠啦，或者这些毛毛的东西，如果我们放回纸袋会比较保护着那些衣服。不然有时候会勾到或者是什么弄坏它们。那这些珍珠啊什么会掉出来，对不对？有道理。直立式的方法，这样子它拿的时候呢，其他的衣服也比较整齐的摆放，也比较整齐，对，它放回去就这样子放就对了。所以如果这旁边太满的话，就可以放在前面一点，对吧？OK， 很多了，please 不要再买了真的太多了。一只狗也不可能穿那么多的。这些少用的话，我们就其实可以收在床后面的这个柜子里面。OK， 这里还没有用到所以这些摆放一些比较少用的东西，对吗？OK， 何丽，经过了一轮教你怎么收纳以后，给了你一个很舒适的房间，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很开心终于有一个整齐的房间，有很多地方可以收我的玩具跟娃娃。但是买东西真的是要养成一个好习惯，不要乱买。你一定要好好的维持这个地方，因为到时候我们会来突击检查的。是的，如果失败的话呢，通通拿走，包括宠物 ，OK， 包括洋娃娃，包括你，全部搬走，你就完蛋了。OK， 讲到宠物，是时候有请他的宠物进来。那么快就进来了，可爱哦！要问他一下，把它放上去。妈妈来，妈妈来，妈妈。哇！你看小狗，还有小狗，你看他们真的很开心了。这个还闭着点开，真的，你看他们多么开心啊！ Feels like home. My, how we've blossomed, how we've grown. Through the trees and over hills, we found a valley where the sunshine glows. 我很喜欢冰森的设计，我的娃娃不需要挤在一起，可以好好的展示出来。我的宠物也有了活动的空间。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房间。
在之前这整个房间呢，我觉得基本上呢，大概90%都是属于他的宠物跟他的洋娃娃的。然后经过装修，经过教他怎么收纳以后呢，我觉得呢，Pearly宠物跟他的洋娃娃呢都有各自的空间，各自精彩。我觉得 Pearly 要改掉这个买东西的习惯呢是有点难，但是呢，有志者事竟成，Pearly 加油，你可以的。